萨瓦迪卡！我从新加坡樟宜机场出发，来到了曼谷。不过，这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我现在就要乘搭每天就只有一班的内陆班机到泰国的西北部，叫做美索的一个小镇。那飞行时间大概是55分钟。到时候见。这一集的《西游记》，我们要寻找的是一位任职于泰美边境一家医院的新加坡医生。无论你怎么样，你来到这边呢，就一定会给你看病。你不能还呢，也没有关系。在这个饱受战火和苦难摧残之地，他听过炮弹声响，看过死亡，却仍然选择守在当地，接住无数个从废墟跌落的生命。那是什么声音？枪声吗？都会令人有点心酸的感觉啦，因为心疼坐在对面的人。和平还没到来，而他还不打算回家。美索这个地方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也许有点陌生。这个距离新加坡大约1800公里的边境小镇，隔着美索河，跟缅甸遥遥相望。与美索比邻的是缅甸恶名昭彰的妙瓦底诈骗园区。近年来，因为欺诈、拐骗等犯罪事件而频频登上新闻头条。这些年来，只要对岸一有风吹草动，美索就会受波及。看似平静的小镇，其实暗潮汹涌，始终笼罩在不安的阴影下。其实走在街上，整个氛围还有环境是跟泰国其他的小镇没什么差别的，只不过到了机场的时候，海关是非常严谨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海报还有布告栏，在警告旅客关于这里的诈骗集团啦，还有这里的治安问题。甚至有一些旅客，我们看到是被控留，还有被遣返的。幸好我过的时候一切顺利。官方显示，美索的人口大约有12万。但这个数字只包含了泰国本地人口，并不包括成千上万逃到这里的缅甸人。除了近年猖獗的诈骗产业，其实缅甸自1960年代开始就长期处于内战纷乱之中，政府军与少数民族武装部队多年来互相斗争，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及流离失所。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缅甸难民和移工投奔的方向。走在街头，其实很难辨认谁是泰国人，谁又是缅甸人。经历了一整天的舟车劳顿，昨天晚上养精蓄锐。现在马上就要约见一位住在这里的新加坡人，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愿意放弃繁华舒适的生活来到这里。Hello， 早安，早安，早安，你好，你好，谢玲医生，你好，对对对，你好，你好，早安。从医28年的谢玲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硕士，他当过急诊医生、研究人员、讲师、顾问，还获奖无数。一个身披多个光环的医生，竟然在2023年毅然放下一切，孤身来到这个边境小镇的诊所任职。
这就是你开的车啊？对，这是我们开的车，这个是美道 clinic。为什么会开卡车？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驾车的嘛，所以我们是不然就是搭公车或者是搭 Grab， 有时候搭不到就走路回来了。走的话要走多久？走大概45分钟吧。OK， 那还好有车。坐稳啊，坐稳。这辆卡车也真的是有一点年龄了，它的声音相当可靠啦。放心，放心。一开始的时候会不习惯吗？开这个？不习惯是因为它的 size 的关系，因为我没有驾过卡车。OK。不过 manual 还好，因为在家里我也是驾 manual 卡。哇。这里开到诊所要多久？15到20分钟吧。哦，那蛮靠近的，而且不会有塞车的。15到20分钟是开在大概30公里。安全第一。这里就是谢琳工作的地方，梅道诊所。虽然叫做诊所，但其实它算是一个小型的医院。每一所几乎每个人都会知道这间诊所。我们一早来就已经很多人在排队看诊。梅道诊所并不是一般的诊所。缅甸面临长期的内战，一水之隔的梅所成了缅甸难民躲避战祸的地方。1989年，从缅甸流亡到这里的新西亚医生创立了梅道诊所。为难民和贫困百姓义诊，一早就很多人哦，很多，而且今天是星期一，周末没有开吗？周末门诊没有开，所以星期一是特别多人的，非常，跟新加坡一样哦。大多数的病人都是缅甸人，都是缅甸，都是缅甸人。泰国人没有来这里的。泰国公民的话呢，你去泰国的那个 public hospital，他们有他们的 coverage 福利 coverage， 所以通常不会在这边不过缅甸病人就比较复杂，因为有些没有真正的 document，有些没有 coverage，不过无论你怎么样，你来到这边呢，就一定会给你看病。你不能还呢也没有关系你能还的话你就还一点点So part of NTC 能够帮助的也是他们 partially fund 这些不能够还的病人，So they will never turn away。一踏入诊所，战争局势所带来的祸害与影响，就活生生的摆在我眼前。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和平国度人物，这种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在新加坡唾手可得的医疗福利，却在世界的另外一端是那么的珍贵。这些资源不够或者病人因为某种情形不能够接受治疗，这些东西都有时候会有点 frustration 很多情形之下的都是他们不能够控制的嘛。很多东西也不是在我的控制之中就是能把自己的 mindset 调一下继续做我能够做的东西了。很多以前觉得很麻烦的一种事情很烦的那种事情，现在好像化成没有了。比起别人的经历来讲的话呢，我真的是没有资格去 complain 后面那个呢是妇产科，这边呢是儿科。诊所设有多个专科门诊和化验部门，还有大约130张病床。这里的临床团队有200多人，虽然大部分都不是医生，但是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可以协助看诊、照顾病人，还可以写病历。目前驻诊的医生不到10位，主要来自缅甸，外国医生占少数，谢琳就是其中之一。我在这边主要是策划整个紧急部门设立起来的一个 plan，就是它整个过程，包括它需要的设备，然后需要的一些程序，然后还有 knowledge and skills， 还有当然是manpower， 就这4大块了。所以你之前就已经是负责这个东西的吗？还是这个对你来说是全新的一个经验？
算是全新的经验，因为以之前在新加坡做工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工作人员嘛，整个系统已经是建设好了。然后来到这边呢，这是一块 blank page 哦，从零开始策划起来了，所以算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体验。在你旗下有几位医生？除了我之外，还有2位缅甸医生，他们已经是专科紧急部门的医生的。如果是我一个人是做不来的，我需要团队，而且团队的后面要更大的团队，所以不算是一个人的工程。这个，你的服务算是完全义务的吗？不算，他们有给我 stipend 的，说是有赚钱的啦。OK， 赚奖，不过是有赚。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放弃高薪收入，离开家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我相信不只是勇气那么简单，他一定是有一个更大的信念在支撑着他。所以我很想知道，谢玲的这个信念到底是什么？这一集，我们来到泰国西北部的边境小镇美索， Hello， 找到在这里从医的谢玲医生。对，你好。我刚来的时候，难得今天谢玲休假，她要带我到处走走，让我深入了解这座小镇。谢玲带我来的这个地方呢，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就是这个友谊大桥，对不对？这个就是泰缅边境2个关卡之间的一道桥。1997年通车的这座友谊大桥是连接泰国和缅甸2国之间的第1座桥。大桥横跨美索河，衔接美索和缅甸的妙瓦底。桥身长420米，只有新柔长堤的1半。如此靠近的距离，让两岸的命运一直相互牵绊着。你看，这里就是缅甸了耶！你看到这个栏杆吗？这个栏杆就是隔着泰国跟缅甸的一道栏杆。这个环境真的是很奇怪。你看，它就是其实放了很多这个 barbed wire， 好像要很严谨，不要让人家过。但是其实你要过一点都不难。走在这里，我根本看不出谁是合法的过境，谁不合法，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刚刚有一个军警就经过我们身边，他没有来问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做合法的事，所以没问题。对，没错。其实，缅甸不仅连年内战，如今博彩业又兴起，更成了恶名昭彰的诈骗园区所在地。桥上是两地人民合法往来的重要通道，桥下偷渡的非法移工、逃难的百姓不断渡河上岸。哦，前面就是那个市集了耶。对。我们现在去一个很特别的市集，它就一个栏杆这样子。就隔着缅甸跟泰国，他们就在缅甸把东西卖过来泰国这边，所以这里是泰国，那边是缅甸。我们买东西就直接跟缅甸那边买东西，就这样交易，好方便。哎，他们用的 currency 是一样的，都用泰版的，都是泰版呀。你有没有来过这里买东西？没有，没有。这里没有我需要的东西。哦。有人在过哎，你看，有人在过河，看到吗？小朋友一家，啊，他们过来了。对。啊，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这么简单的就过来了。对。不过还没过，他只是过河，他没有过栏杆。对，还没有过栏杆。啊，说technically还在缅甸啊。你对路线熟悉吗？现在熟悉了，现在可以到处去。这个镇不大，所以在镇以内还好，不需要 GPS。你花了多长时间来熟悉整个地方？我看大概有可能3-4个月的时间。OK。
离开市区，谢琳特地开了1个小时的车，带我到美索的郊外。这条崎岖蜿蜒的山路，就是当地人口中的33号弯道。它既是个融合了山林和农田的天然观景台，也是缅甸人民遥望家乡、思念家人的地点。还好不用爬得太高，斜坡不是山。对，要走这边呀。哇，很美耶！就是这样。哇，我没有想象到那个风景会这么漂亮。哦，所以对面这里就是缅甸了。所以那些就是缅甸山。缅甸山，哪里看过来？我看过来，泰国山。对，缅甸山、泰国山很美。当时那些缅甸的同事带我们来的时候，他们也是看到这个景，都说他的国家是很美啊。每次讲有机会带我们过去看。那是什么声音？枪声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是有听过，不是在这边听过。以前在米索汤是有听过，他们在米亚瓦蒂动乱的时候是有听到这样的声音的。这个还蛮频密的耶！你看我们已经听到几声了，对，对不对？对，都是这样的。那感觉很奇怪哦，整个地方很平静，可是那边到底在发生？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懂哦。对，只能想象哦。很少地方这么高处，这么平静，你看到那么漂亮，另一方面又有一点心疼坐在对面的人，都会令人有点心酸的感觉了。然后让我们觉得在新加坡是非常太幸福了。是，总是为新加坡繁荣安定感到庆幸的谢琳，却常年为了人道援助在海外奔走。他曾经远赴阿富汗和非洲，参与当地公共卫生系统建设和培训等工作。后来得知梅道诊所计划设立急诊部门，他便独自踏上前往泰缅边境的旅程。那个时候是2022年、2023年吧。暂时性的啦，只是过来帮忙。其实我刚刚来的时候好像是暂时性的，打算是暂时性，3个月而已啦，就是3个月来这边帮他们计划。然后做完那个计划呢，梅道 clinic 就说你计划都做了，你明年要不要回来实现这个计划了？这计划是3年的计划，所以我回来实现的话呢，是要回来3年呐。现在剩下1年，对不对？剩下1年。你觉得你会继续在这里吗？我是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地方做啦，尤其是跟梅道 clinic 做下去啦。它还有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帮他们strengthen 一点啊，或者给一点inputs advice 这样的，不用10年啦，可能太远了吧，可能多2-3年，然后再看。我来这边做的这个工作呢，主要的呢就是 public health 的工作。很多同事啊、家人还有朋友在新加坡也不大了解我在这边做什么事，因为他们认识我就是看病人嘛。对，因为这个公共卫生领域啊，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对，公共卫生领域呢是比较 upstream 的一个 field， 它注重的是 system strengthening， 跟就 organization structures。如果这一块能够做好的话呢 ，downstream 的这个 clinical care 照顾病人的这些方式啊，这些活动，这是比较顺利。所以我是在 downstream 经历过这些问题了，所以觉得 public health 呢 ，actually upstream work is equally important。所以当初来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挣扎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来这里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怎么样的环境，会是有怎么样的将来？你有没有去想？我没有想这样多，我眼前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这样的需要，然后我有这样的时间，真的是天和地理这样，stars are aligned 哦。那你放弃新加坡的工作，然后来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是牺牲？然后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这样？
完全不会了，我反而觉得很幸运，能够有这个机会了。能够来到这边也是算一种 reward 了。我发现谢玲她是一个很懂得随遇而安的人，她就像水，可以融入不同的容器。正因为这样呢，她可以很从容地面对异乡的各种挑战。那更重要的是，对谢玲而言，当医生这个天职是为了救人，所以不管在哪里，危不危险，她都不在乎。2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对于在泰国梅道诊所任职的谢玲医生来说，这却是一段意外丰盛的旅程。我本身是觉得很庆幸他们能够信任我，让我做这份工作。然而，这家专门救助难民与贫困百姓的诊所，却长期面临经费与人力的双重短缺。医生有个病，你只是去看有没有床。There's no wheelchair then. 当医生是从小的志愿吗？不是嘞，没有想过要当医生啊。进入急诊科也不是我当时自己的选择啦。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是完全没有后悔进入这一行。谢玲的办公室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一间小小的房间，几张桌子，然后跟其他可能2、3个同事一起用，也没有空调，就只是风扇。然后他几乎是哪里都去，什么都要负责。他不只是负责急诊室的东西，也要教其他的医生，连工地也要去。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看到在这个诊所工作的一位医生在帮狗狗打针，他也要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去了解情况。所以他的人是其实很乐于助人，他很乐意的看看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I think 出发点不是说再找border去，然后去到那边看什么，而且是要看不同的系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setting、不同的 context，病人得到怎么样的一种待遇，怎么样的一种治疗方式，这样的一种经验啊。So they have to make a registration here? Yeah, correct. I don't know that they're gonna place the registration table here or there. You'll be here. It's a waiting room. So. Waiting room and then the triage is there. Yeah. 这个 building 呢是一个新的 building 来的，以后会变成我们的 emergency care unit。所以我工作就是策划整个 planning 啊，包括这个 building 也有包括它的训练，还有包括它的程序 workflow processes 怎么做 planning 这样。所以这个 facility team 刚刚 update 说，到目前为止78%的建筑工已经完成了，它再多需要1、2个月的时间做 internal works 了，所以可能多2、3个月我们就可以正式搬进来这里开工。This room 的 lead lining done already 所以现在连 foreman 都要做，不过我这个是 unqualified foreman 我只是来 make sure 我们做工的地方呢适合我们的程序，适合我们的病人。从原本逗留3个月到如今接近3年，谢玲选择留在梅所，其实是深受一个人的影响，那就是梅道诊所创办人辛七亚医生。Dr. Cynthia 他是一个很友善的人，很 warm 的，他完全没有架子，很谦虚。他是一个 achieve 了很多东西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个大人物。谢玲这几天都一直跟我强调，梅道诊所的创办人 Dr. Cynthia 还有他的同事呢，都是他坚持至今很大的推动力。那我现在呢很期待，因为终于可以见到 Dr. Cynthia。Hello, Dr. Cynthia. Hi, nice to meet you. Yes, welcome. Yeah. Thank you for your nice to time. meet you.
1988年，辛西亚医生从缅甸流亡到美索，目睹许多受伤生病的同胞因没有及时救治而丧命，毅然和几个同伴开设了诊所。转眼37年过去了，辛西亚医生也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荣誉，更被誉为缅甸的特蕾莎修女。 We see that many people are traumatized because they lost their family. So finally, I feel that we need to establish a community shelter to support the cross-border activities. So we see the needs to provide like a humanitarian emergency. So with support from the local ethnic leaders, they provide us a space to start working in Thai side. So since that time, the clinic been growing. So these are the Migrant Learning Center. We have almost 16,000 children. Dr. Cynthia 的梅道诊所不只是帮助病人，他还把这里变成一个训练中心。那甚至还会跟缅甸边界那边的医院啊，或者是诊所有协议，让他们把工作人员送过来这里受训，学会了再回国工作。What do you think of Dr. Tialing's contribution so far? Firstly, she very committed her professional work. And then she understands the local context as well as she has good understanding and relationship with our staff. And then she has the capacity to build the capacity of our doctor nurses. 同样是女性，同样是无私的奉献自己。我相信 Dr. Cynthia 的人道精神呢，有启发过谢琳，也希望谢琳的故事可以启发更多的人。在忙碌的工作日程之中，谢琳的午餐经常就在诊所外的熟食摊解决，省时又方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吗？好，这是在这个泰缅边境小镇，缅甸美食随处可见。今天我就跟着他去尝尝。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缅甸餐啊，这是怎么样的？像杂菜饭吗？有一点像菜饭这样啊。它的一窝一窝一窝是不同的那个菜嘛，有咖喱的鸡呀、有一些鱼，有一些菜。这样你要什么你就点一下，在这边吃他就放一个小碗，然后给你白饭。哎，这个好吃，要不要 try？ 要，对不对？哇，很肥，肥，很好吃，看起来内脏，猪内脏、鸡内脏，对，好吃耶，好吃哦，就注一这样，对对对，而且它的那个汁很好吃，对，有点辣，不过很香，味道都偏咸，泰国餐比较甜，有没有比较喜欢是缅甸餐还是泰国餐的口味？我是偏咸的，就是比较偏咸，对。你也是一个不挑食的人，哎呀，完全不挑食的，所以我讲好吃，你不一定要相信；我讲不好吃，你千万要相信。跟摊主呢，你们的那个沟通方面会有问题吗？起初会，看你刚才点菜，你几乎是没有出声的。对。对对，就直接算了，不用语言了。然后不要太动，你就说哦 stop 这样，他就懂了吗？反正他们也可能熟悉我们的 pattern 啊。所以你在语言上这样子沟通，鸡同鸭讲，你回去在诊所跟你的同事会有沟通的问题吗？大多数的缅甸的 staff 都可以讲英语，只是病人呐，病人你就需要他们来看。对，肯定是要他们来看，因为病人本身大多数是不会讲英文的。这一集的《西游记》，我找到了在战虎边缘行医的新加坡人谢琳医生。你刚才点菜，你几乎是没有出声的。对。
为了更了解谢琳工作以外的生活，我今天就要看看她闲暇时会去哪些地方。Hello， 哦，这地方蛮漂亮的哦。对哦对哦，啊，这里有很多这样的 cafe 吗？有相当多，而且环境都很优美、很幽静这样。你就常常这样带着电脑到处去工作？尤其是周末啦，周末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工作大致上是在电脑上做的，就可以去找不一样的 cafe。对对对，喝一下他们不同的咖啡呀，享受一下不同的环境啊。它叫 Karen Cafe。对，这个人叫 Karen 还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人的名字啦，它是他的一个 ethnic group 的名字。Karen 就缅甸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对。缅甸克伦族是美索最常见的少数族群之一。他们因为内战或贫困跨境而来，在这里落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异乡，他们一边挣扎求存，一边努力守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同为异乡人的谢琳，在这里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工作之余，他们会相约到咖啡馆小聚，或驱车到郊外散心。你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生活，会觉得孤单吗？会觉得哎呀，好像很少了朋友或者少了家人。孤单是不会觉得孤单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一个人的时候是很舒适的啦，说不会说是讲很多话还是什么东西。不过找到知心的人的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呢，但更开心啦。而且因为这里也是一个很多 NGO 活动的一个地方，所以会看到很多外国人都来到这边，无论是做 volunteer work，或是真正做工，或者是学生来这边实习一下。除了异乡的朋友和新加坡的家人，谢琳另一个重要的心灵寄托就是远在新加坡的2只爱犬。这2只狗不容易照顾，所以现在我不在家呢，我就把这个狗呢托那个狗的那个训练师在他家让他照顾。有没有常常跟他们通电话？所谓的通电话，这样看他们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放个 CCTV 可以一直看到他们？不是 CCTV， 不过这个训练师他会每天发这个 video 给我。每天一天最少2次。你见他们多过你见你家人吗？差不多吧。而且他们是你一天见2次哎，2、3次，2、3次。家人有没有这样频密 send 你 video？谢琳和家人的感情非常融洽，每个周末，姐姐、弟弟和侄儿侄女一定会聚在妈妈家中，而妈妈则会为大家泡茶，准备大家爱吃的家常菜。那时候地震的时候，有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说大家都好，就不要担心。新闻看到的什么什么就没有发生在这边。然后因为这样长期都在这里嘛，所以每一年年底嘛，我们会全家人去旅行啊。所以这种 trip 呢，我一定会去make sure I can go 啦。我相信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是最温柔也是最坚定的力量，而家里一切安好，更是谢琳最强大的后盾，让她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投身海外工作。我现在人在美索一个充满在地特色的市集。时间不多了，趁谢琳还在诊所忙着，我得赶快开启这趟《西游记》的终极任务。炒那个咖喱的话，就是用香茅跟姜、蒜、葱头。谢妈妈呢就send了我一个视频，是她最爱煮、最常煮的咖喱鱼头，说我可以煮给谢琳吃。OK， 我没有煮过咖喱鱼头，我会尽量 OK。幸好谢妈妈她所教的，在视频里都解释的蛮清楚的。那我现在先去买料，看看这里有没有所有需要的料 OK。这里有我要的羊角豆、
香茅、番茄、葱蒜那些。How much? 60 baht. Okay, thank you. 60 baht, 60 baht 是3块，2块多而已。这么多东西2块多。哎，还有很大的鱼头哎，我不会处理。对不起，安迪，我觉得因为我不会处理鱼头，所以呢，我也打算不用鱼头，我打算要用这种比较好处理，而且这是我很喜欢吃的鱼啦。好啦，煮这个咖喱鱼的配料都已经弄好了。咖喱叶，我还以为这里会找不到哎，刚才我不认得它。哇，很香，我们就可以开始煮了。OK， 这是我第一次，祝我好运，希望样子出来好看也好吃。它完全煮开了，我的椰浆就可以放进去。色香俱全，味还不知道。大功告成，卖相好像还不错。不管谢琳打几分，我觉得我的努力是满分的。谢妈妈，我真的尽力了。在让谢琳尝到我的改良版的咖喱鱼头之前呢，我现在来到了她住在美索的家，应该是哪一间，然后才给她惊喜，应该是这一间。Hello， 你来了 ，surprise， 打扰了。没有，来吧。哇，这么整齐。哦，所以这里就是你住了2年的地方。对，很简单，但是就是很舒服。这里是客厅，这里就有3张椅子，只可以有3个客人。可以啦，其他坐地上哦，没关系。对，可以，对。好咯，然后就是厨咯，就是衣橱就是这样。你的衣服在哪里？等等，就这样。你住在这里，所以天天穿一样的衣服？没有，7天7套就够了。那你没有一些就是休闲的，可能出去吃饭，还是去 party， 还是去 gathering 什么的？短裤咯。OK。party 就穿长裤咯。这个朋友给我一个这个 pot， 拿来煮汤，什么煮粥都可以，对不对？对，我还没有用过了。你多常会煮？我通常不煮啦，如果真的要煮的话，就煮 hard boiled egg。因为一方面我懒，第二方面我不会。真的，我准备了惊喜给谢琳，是什么呢？这送给你啊，不是啦，开玩笑。是里面的内容，我写了一封情书给你。真的吗？那个就不用了。Ready？ Hello，surprise！ Oh my 天！Oh my 天！为什么你会去到那边？哦，我的天哪！哦，这个很容易煮，不好吃也要讲好吃，知道吗？来，这咖喱鱼头。咖喱鱼头，哎呦，这个是我的 favorite。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他经常去别的国家，读书啦，也有工作，他在那些地方待了蛮久的啦。所以其实我们也习惯了啦。他过去后，他有跟我们说，其实是在泰国那一边，这算是比较靠近新加坡。当时他跟我说他要去做义工，我就先说你喜欢就好了。他很乖，很听话，但是呢，他要做什么，他想好了他就做。我是提醒他，你每天要乖乖跟我吃早餐。在外国照顾自己了，这个他也知道了啦。希望他在泰国那里可以找到他喜欢做的东西，
你叫他记得要回来。祝他吃得好，睡得好了。See you soon， 美女加油！哦，加油加油！我会的。So cute 哎，哎呦 so cute ，very very sweet。为什么他会说不要忘记回家，要记得回家？你经常忘记回家吗？没有啦，哎呀，没有，我经常往外逃，会回来的，只是一直回来了又出，回来了又出，所以他要讲回来要记得回来。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跟妈妈说几句话，还有你的家人的话，你要说什么？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我会尽量吃早餐，会把自己照顾好。不过你们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尤其是妈妈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太赶脚啊，慢一点，不要再跌了。在这边呢，真的是很安全呐，而且有一些朋友在这边支持啊，就是有互相照顾啊，而且住的地方也很舒适，所以不用担心。这里离家也不远。有什么事打一通电话，我会立刻回来。看到我们精心准备的视频惊喜，谢玲已经很感动。接下来我们还安排了另一个惊喜。Surprise！ Oh my god！ 这个我就复刻了你妈妈的那个咖喱鱼头，我是跟着她那个视频学的。你煮的 ？Yes， 把这个是改良版，因为她用鱼头。哦。那我就自己去巴沙买了这些料，全部找上去。对。哦，对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因为你肯定会怀念妈妈煮的东西。对对对。只是一个小心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想要把妈妈的爱传递给你。耶，帮妈妈抱一下。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You're welcome。里面都有你妈妈会放的料。你尝一下那个 sauce， 有味道。有味道。没有，有妈妈煮的味道。哇耶！吃到了，吃到了。有一份礼物，哎呦，你妈妈要我带过来给你的，带过来哈。哦，对，黄梨塔，这个是新加坡人很爱吃的黄梨塔。对，而且这里买不到。黄梨塔没有，黄梨塔有，可是没有这样的 quality 的。哦，这是很好的。慢慢 enjoy，OK？ Thank you。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了解每一个星期六，我们全部就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妈妈都会准备一样东西给你们所有人，就是茶。然后我知道她泡这个茶呢，她会放糖，会放炼奶。给你的礼物，小小的礼物，家里的味道哈。哦，对，把家里的味道带来给你。是。我终于明白，谢玲大爱的精神、坚定的信念，原来是源自这么一个有爱的家庭。她满腹学问，获奖无数，但是她身上的闪光点，从来不是外在的加冕，而是甘愿远离家乡的便利、舒适和温情，在这个最靠近战火的地方，守护生命的微光。我记得有句话：世界破破烂烂，却总有人去缝缝补补。我觉得谢玲她就是这个人，她就是始终站在前线为人们缝补伤口的那个医生。OK， 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OK， 根据2024年新加坡统治局的数据，新加坡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这个有分男女，不过我觉得平均啊，81.5吧。83.5， 83.5是男的，83.5是那个年龄最大的，对，因为新加坡现在已经被列入蓝区，对，多谢医生们。